中国出口反坦克营套餐，垂直发射，超视距打击，坦克还有活路吗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延少。在俄乌冲突过程中，俄罗斯的坦克装甲洪流损失严重，从而引发了外界对坦克地位的质疑。不过，随着乌克兰也开始大量使用坦克发起反攻，俄罗斯军队也面临着反坦克的难题。从战场实际情况来看，坦克与坦克之间的对决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会发生，更多的还是坦克与火炮、坦克与反坦克导弹之间的较量。美国提供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因为射程不足，在当下被证明无法获得大量战果。火炮反坦克似乎又成为了新的趋势，但是火炮反装甲面临着命中精度差、毁伤效果差的难题。在第14届珠海航展上，中国军工推出了全套外贸合成铝装备的套餐，其中就包括了一整套的反坦克营的套餐。从公布的资料来看，中国合成铝使用的红箭反坦克导弹共有7个型号，射程覆盖远程、超视距、中远程和中近程3个阶段。承担超视距反坦克任务的就包括红箭10、红箭16、红箭20和红箭50。其实红箭50、红箭20和红箭16都是首次亮相。红箭50的最大射程达到了50公里，红箭20则是25公里，都具备人载回路的能力。也就是说，它们可以通过数据链引导，而且全部使用红外成像制导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反坦克导弹的发射平台不一定需要自己能够直接看到对方坦克，往往是由无人机和其他侦察平台提供目标数据。这是体系化反坦克作战概念的体现。导弹在飞行的后半段，由操作手通过导引头画面自行搜寻目标。在发射方式上，这2种导弹采用的都是车载垂直发射，之后呢，爬高巡航，最后俯冲攻顶。这也意味着，在中国合成铝这边，反坦克作战已经基本实现了超视距化。敌人坦克要想靠近中国合成铝比较困难。如果你认为反坦克导弹只能打坦克，那你又错了。像红箭50和红箭20这种远程反坦克导弹，还可以用于攻击对方的指挥控制中心、炮兵阵地、雷达阵地、通讯车辆，甚至呢还能够攻击敌方的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。使用红外成像制导、人载回路控制的方式，意味着这2种反坦克导弹的打击精度都是小于米级的，可以说就是一击必杀。红箭10虽然是中国合成铝的反坦克主力，已经发展出了 A、B、C、D、E 5个子型号，包括增程版和不同的战斗部版本，包括可以用于攻击直升机和低空慢速飞行的无人机。红箭16呢，是激光半主动制导的反坦克导弹，射程与红箭10相当，由无人机提供末端激光照射。这应该是一种廉价的反坦克解决方案。除了超视距反坦克导弹以外，中国的合成铝还备有毫米波指令制导的红箭9A， 其射程在 5.5 公里左右，对云雾和战场烟雾的穿透效果较好，是低能见度下的反坦克解决方案。在近程反坦克方面，我军还有红箭11E 和单兵携带的红箭12E， 其射程在 2.5 至3公里之间。总体来看，中国合成铝的反坦克导弹已经出现了超视距作战的趋势，而且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坦克和装甲车辆，还包括直升机和地面的其他要点目标。坦克在战争中不会过时，但是面对中国合成铝的反坦克力量，特别是体系作战条件下的反坦克能力，面对中国合成铝合成营超强的反坦克能力，对手的坦克和装甲车恐怕也就没什么
活路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